女的的心是棉花做的，男的的心就是铁做的吗？我的小心脏一阵一阵的弹着棉花。呦呦呦，打住打住啊！这婚都离了，就别作践自己了啊！别拦着我，就让我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的弹成棉被吧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大热天的，弹什么棉被？杨洋同志，真不是姐妹儿我心狠，我要恭喜你，恭喜你摆脱了爱情的牢笼，远离了那个人渣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场失败的婚姻吗？咱也不能从薛宝钗变成林黛玉吧？哎，这弯拐的也忒大了啊！六玲儿，你帮我把门打开，把他扔出去。我才不去呢，是你打电话把他叫来的，自个儿解决。我让你们两个来是安慰我的，不是在这看着我痛苦还幸灾乐祸的。其实要我说吧，这安慰是有很多方式方法的。你觉得我跟苏大腕抱着你抱头痛哭就能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。我承认苏大腕有时候说话是以毒攻毒，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能提取出精华的。你现在已经离了婚了吧？生活还得继续吧，日子还得过呀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必须要理清思路，冷静，清醒。怎么冷静啊？这房子怎么解决？这房子我是不想住了，里边全是我跟陈淑峰生活的影子，我在这儿多痛苦啊！等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。你看咱俩，一个离异少妇，一个大龄少女，不然我住你家去，咱俩过得了。哎呦喂，小姑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你快打住吧，这话要让刘林妈听见，别说你搬他们家去，离她最少200米远。我妈真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！哎呀，我说小鸡仔儿，咱俩现在的情况，一个是离了婚的，一个是想恋爱恋不了的。我觉得你现在得多跟苏大碗靠近，他现在正在热恋中，沾点喜气。哎，恋爱怎么了？我也一把年纪了，好吗？哎呦，我记得原来谁曾经说过，我找老公非富即贵，是吧？现在公司小经理就把他搞定了，这何解释啊？恋爱面前无解。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提醒你，恋爱可以谈，但是千万不要跟他轻易的就结婚了，否则你将是第2个我。没听说过吗？大女不嫁愁坏娘，你想我妈愁死是吗？就说你自己想以身相许得了，还往你妈身上推。哎呦，想结婚是没错，但是要有底线，不能像狐狸精一样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感情这成熟女人的婚恋观呐，都是从失败的感情中提炼出来的。你们俩也别挖苦我了，我是失败了，但是至少我走入过婚姻，不是最后留下那一批。哎呦，挤兑谁呢？我可听出来了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虽败犹荣了，不伤心了，不弹棉花了。你们先别说我了，你们真该反省一下自己，多大岁数了还没把自己嫁出去，都等着别人来爱你疼你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？等等等等等，后，生人齐天大圣了。唉，这越等吧越着急，这越着急越降低标准。我觉得呀，这好女人最终的命运啊，都是便宜了那些歪瓜裂枣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吧？这话要是让陈鹏听见，他的心会不会碎了？陈鹏的心碎算什么呀？我的心都麻木了。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来安慰我的呀？哎，我说呀，你就别指望我了，我这掉进万丈深渊，还没爬上来。有情况，快说说你的痛苦，好缓解我的痛苦。你还说苏大腕呢？跟他一样没良心啊！哎，还不是上次说的，就群聊的那事儿。哦，大树底下浪漫，
一吻。什么浪漫一吻啊，就是强行霸道的强吻。我说刘大倩儿，你不会还夜夜回味，尝尝咂巴嘴儿，等着再来一次？什么呀？人家都出差了，去无锡了。去好几天了，一直都没跟我联系。不能够吧？没看出来呀，他还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该不会是欲擒故纵，若即若离吧？切，我看他是鲤鱼找鲤鱼，龙虾找龙虾，典型的物以类聚。他天天跟陈树峰混在一起，能是好人吗？陈树峰就是个混蛋，他能是好人吗？我说，这哪是为我打抱不平啊，歇斯底里。杨洋同志，你在晋级怨妇的道路上，我们有心无力，无法阻挡。喂，小孩是谁的？孟青的。你跟他的私生子啊？孩子是他的，但不是我的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那人家孩子你带来干什么？孟青呢？走了。哼，又走了。这次走到哪儿去啊？去啊。所以你这次去无锡，就是为了他？这些年，我知道孟青的男人罪有应得，被判了死刑。他一直过得很艰难，真没想到，他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，还带着这么个孩子。所以这个小孩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，还蛮可怜的。而且他刚出生不久，就被医生断定为先天性的自闭症。我已经答应孟青了，我会收养他。不会吧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亮亮。亮亮，亮亮 ，Hello。医生说过了，亮亮的语言交流有障碍，更不愿意与人讲话。对于语言的理解，还有非语言的沟通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可是，他跟你非亲非故的，现在又这个状况，值吗？那你为了丁娟，跟洋洋离婚了，你觉得值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这个话，是为你好。我知道啊。可是每个人，在自己的心里面，都会有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。他是孟青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希望，现在又是这样的情况，你想想，我要是不管他，他未来的日子该是什么样啊？流落街头，任人欺凌。树峰，我做不到啊。我也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身上。陆西诺，你能不这么善良吗？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，累不累？嗯。
这就是你以后的新家了。到家喽。新诺，哥回来了。哟，孩子，爹，这孩子，我累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。走。不是，哥，你等会儿。不是，你哭的这那个什么，我问你哥，你去无锡也没多长时间吧？啊，怎么就突然带着一孩子呢？不会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。捡的？那你这爱心有点泛滥了啊！你得赶紧报警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找人亲爹亲妈，是吧，灿灿爹？没错。哎，你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分析得很清楚。行了，正式跟2位介绍一下，他叫亮亮，从今以后住咱们家了。啊？这很晚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说。走，来，往上劳啊，不哭啊，来，乖，不哭了啊，来。那灿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哥去无锡没多长时间啊，不会是让美女蛇给迷了吧？这习性有点大变啊！你住在这里。西诺，这孩子不会真的是你的吧？我说过了，这孩子不是我的。那，哎，你跟舅舅说实话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孟青的。孟青，西诺，你很晚了，我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不，哎，西诺，孟青这。喂。嗨，Nadia， Morning。啊，灿叔 ，Morning， 什么事儿啊？大事儿啊！西诺从无锡回来了。啊？陆西诺回来了？啊，这个。啊，他回来算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当然是大事儿了，而且事关重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理思路啊，看看怎么跟你说合适。这样吧，等我想好了，我再打电话通知你啊。你等我电话啊。哎，喂，搞什么？陆西诺回来了。不要一大清早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早晚得给你吓出病来。哎呀，至于那么点小吗？啊，做啥亏心事了？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？啊，在您的监控下，我能逃出您的法眼吗？您呐，我说一句，你指定10句在那嘎达等我呢。啊，麻溜的吧？
别磨叽了，要再不出门，我跟你说，真赶不上趟了。几点了？还半个钟头，麻溜的啊，别磨叽啊。知道不？线上叫子下扎耳朵眼儿，一天呢画呀画呀画呀抹呀，这够美的了。我啥呀这是？陆总，你回来啦？哎，刚才跟你说那些事儿就这么办。好，我下午就去那边一趟。有什么状况随时联系我。放心吧，陆总。哎，德玲，你不上来啊？啊，我坐下一排。玉敏，你这2天好吗？希诺哥这个问题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问的？哥哥，我的老板，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身份啊？你希望我是用什么身份问的？有些事情，站的立场不同，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。其实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总是能清楚地记得希诺哥笑的样子，也总能清楚地记得希诺哥说一辈子都要照顾我的样子。可是我清楚地知道，希诺哥的心已经给别人了。我的心即使给了别人。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那如果我告诉希诺哥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，也从来没有改变，你会不会劝我放手啊？有些事情现在告诉你，对你来说太残忍了。但是等到以后你会知道，你现在的坚持是错误的。也许是你错了呢。我一度想去找榴莲，我想让他把你还给我，可是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确是可怜的一厢情愿。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你是抹不掉的，你对我一辈子的承诺你也是抹不掉的。玉米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从来没说过会不照顾你。可是你的照顾跟爱情无关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就算你跟榴莲在一起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会是你们永远的障碍。玉米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想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也想让我自己笑，我也想让我自己开心，
可是我做不到。这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强大到我连我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了。希诺哥，你要没有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陆希诺，你没人性！什么要追我，还送我项链，还什么定情信物，都是浮云。我还等你电话，我还为了你打扮，我简直脑子进水了！我，陆希诺，你花心大萝卜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大王八蛋！我是倒了8辈子霉了吗？我才会被你亲。你真的等我电话？我没有。你以为那天你就那么一吻我，我就爱上你了？我才没有呢。真的？你没有爱上我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又不是纯情小女孩，还会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吻我就沦陷了，绝对不会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实话，那个吻，我后悔了。后悔？对，因为你总是口是心非，你嘴巴说着不在乎，可是你心里早已当真了。这样的你，我招惹不起。那天的事还是忘了吧，省得以后见面尴尬。陆希诺。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，你真的想放弃吗？琳琳，回来了。您回来了，一会儿吃饭啊。来，洋洋。谢谢阿姨。那辣椒你吃吧。咋的了？不得劲儿啊？不是。作为一个离异女青年，必须发愤图强，努力减肥，争取重新塑造我的人生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啊，那谁要离个婚，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，啊！你看你们现在倒好，拿自己这点事儿还当笑话讲。妈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
我们这代人啊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，别管心里放得下放不下，给人的感觉都是特放得下，特想得开，特没心没肺。其实心里早就碎成豆腐渣了，是吧？不信你问他。是啊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离啥婚呢？他现在心里都住着别人了，没有我的位置了，我硬要住进去，大家都不开心。就跟我现在在那屋子里一样，睁眼闭眼全是我们生活过的痕迹，跟放电影似的。我想明白了，既然人都没了，房子也甭要了。哎，所以就来投靠姐们了，是吧？我一个人要单独出去住，心里真没底儿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一个单身的女子出门在外要千防万防，连电视剧都不敢看。为啥呀？看了就不敢一个人住了。下班吧，怕遇到坏人尾随；进电梯吧，怕遇到色魔；回到家还是不放心，怕遇到一个变态的房东，给你房间啪安一摄像头。我时常想着想着，觉得生活特绝望，特没安全感，所以就来你们这儿住2、3天。孩子，别瞎想啊！这不是还有阿姨呢吗？还有琳琳啊！你就把阿姨家当成你自己家，想咋住就咋住啊！谢阿姨，阿姨对我真好，就跟亲妈一样。我有多一姑娘嘛啊！得妈，你又被糖衣炮弹击中了。哎，我说刘大倩儿，阿姨对我好点怎么了？我倒是看着你今天心情挺低落的，是不是避开了糖衣炮弹，有点后悔了？是啊，琳啊，今天吃饭为什么一点都不欢实啊？妈没说什么话，我是宠物啊，吃饭还欢实，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事儿。啊，吃饭饭都给你了，给我干嘛？我减肥了。吃吧，那你吃，你吃。我是谁啊？你是杨洋呗？怎么了？你失忆了？谢谢您老人家还记得我。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我快认不出来了。看出来了。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说吧，是不是见到陆西诺了？然后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你看我穿成这样，我什么时候穿成过这样？我打扮不都是为了他吗？我知道他出差回来了，结果在电梯口，我做足了表情要跟他微笑，从来没有那么见过。啊，陆总你好，没理我，没搭理我，直接人坐电梯上去了，呲儿走了。我面子能搁得住吗？我肯定不能跟他上电梯啊！我气死了！我到公司天天让我大骂了一顿我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。那最后呢？最后他告诉我，千万不要爱上他。就这么 over 结束了？他以为他陆西诺是谁啊？我会爱上他？自恋狂。刘大倩儿，你就想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？从来就没有开始过，谈什么结束？可是，在我们心里，你们已经开始很久了。刘大倩儿，就像你当时跟我说的一样，有些事情是要面对的。现在轮到你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当面再问问他。不问，打死都不问。哎呀，老将一出手，大餐舌上走。哼哼，要问是什么，嘿嘿，还要
等一等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洗澡，是不行的。果果，果果，果果，灿灿爹，你叫我也没用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没人能管得了你小祖宗。灿爹，我想说，对此一点不意外。告诉你啊，掌握好时间，是泡方便面的精髓所在。哎，你灿灿爹的生活技能就是从生活中出发，再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你。那这么着啊，老规矩，谁吃的慢，谁洗碗。好啊，1、2、3，哎。这么快？哎，果果，他们2个人多长时间了？准确点说呢，2小时12分34秒。不是，更准确点说是1天1夜加2小时12分34秒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洗澡，是不行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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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不吃饭、不洗澡、不睡觉，是不行的。亮亮，你这样不吃饭、不洗澡、不睡觉，是不行的。吸诺牌复读机，打住！你就是跟他说上100遍啊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我来。过来，来，哎呦，亮亮，你这是上天派下来专门气我哥的是吧？就是认定他，跟着他，可是就是不听他的话，是不是？你这就叫活活气死人，不偿命。小声点，你别吓着人家了。吃你的饭去。哎，亮亮，咱们到外面逛逛好不好？来，哎，走。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，你真的想放弃吗？怎么？你是遭受拒绝不甘心，还准备纠缠不清吗？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。没有。他鞋带开了，当然不愿意跟你走。
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心里面藏了那么多事儿，是不是很难过呀？从无锡领他回来之后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话，也是他第一次睡着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你妈妈，但是谢谢你。他就是那个理由吗？怎么会这么曲折离奇啊？嗨，耶！你咋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就这样把这孩子带回来呀？啊？你知道妈把你拉扯大，容易吗？啊，受软不脆了。你知道带一孩子要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傻呀你！何况他有严重的自闭症。是啊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息怒啊！哎，你说，咱们是不是对他太不了解了？可是你说我咋看，我也不觉得他是干埋汰事儿的孩子呀。是呀，我也没觉得呀。哎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敢带回来？哎，就算这孩子没有妈妈了，可是他那么带托，迟早会影响你跟陆西洛的发展，就是绊脚石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我跟陆西诺没有什么发展。说啥？咋了？妈，孩子都2天都没吃饭了，你到厨房给做点好吃的去。嗯呐。林阳，啊，你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啥时候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孩子那么可怜，我总不能不管。哎呦妈呀！你说这人是善良好啊，还是不好啊？要不咋那么的闹心呢？